昨天晚上8点多的时候，厨房里的师傅都下班了，只剩下打荷的老弟还在厨房忙着。这时老板进来说，等会儿他有几个朋友过来吃饭，让打荷老弟看着做几个菜。冰箱里还有3个放了很多天的海参，正好可以做个金汤海参。但是打荷老弟说不会做海参，以前从来就没有做过。老板说怕什么？你在店里打荷都打了10多年了，从打荷小弟都变成打荷老弟了，没吃过猪肉还没看过猪走吗？师傅咋做的你就跟着照搬就行了。然后老板就把冰箱里的海参拿出来了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这个海参应该是那种即食型的，感觉已经放了好久的样子，连海参的内筋都脱落了。只见打荷的老弟先是检查了一下海参的沙嘴位置，沙子已经去除干净了。然后他又向盛放海参的碗中加入了少许开水浸泡。做完这些工作后，他又准备了一些小米，淘洗干净后放在砂锅中炖了起来，大概炖了15分钟左右。他又向砂锅中加了一些炖瑶柱和开阳的原汤。瑶柱和开阳怎么炖，上期做蒜蓉酱的视频里有详细的讲解。然后打荷的老弟又向砂锅中加入了一些老母鸡汤。这个打荷老弟虽然一直没有上灶当炒菜师傅，但是看他对汤的调配，这10多年来应该还是学到了一些东西的。不过这里有才倒是要友情提醒一下，用老母鸡吊汤时最好要去除鸡爪和鸡脖子。为啥呢？其实道理很简单，鸡爪的胶质较重，会影响汤的口感，而鸡脖子上油脂厚血物多，会影响清汤的色泽。闲话少叙，咱们继续来看打荷老弟的操作。只见他向砂锅中加入了适量的高汤，继续炖着后，他又烫了4颗菜心。为啥是4颗菜心呢？因为加上老板吃饭的有4个人，但是海参只有3个。这个时候打荷的老弟也是毫不客气的一刀2断，3个海参瞬间就变成了4个。我们再来看看砂锅中的情况，小米也已经被炖得黏糊糊的了。但是看到砂锅中小米的颜色，打荷老弟也是瞬间懵了。金汤海参应该是金汤，但是现在这汤的颜色也太难看了吧。这个时候他才想起来，店里的师傅做金汤海参时都要加点南瓜泥调色，但偏偏最近店里没有卖海参，所以也没有南瓜泥备料。想到这里，打荷的老弟突然也是急中生智，眉头一展，计上心来，要不然用鸡汁来调味吧，这样应该能够变成金汤了吧。只见打荷的老弟加了这么多鸡汁后，小米粥的颜色还是没有什么变化，要是再加鸡汁的话，味道就太咸了。呀，这可怎么办？不管了，闷着头上吧，反正是老板吃的，总不能给他加一滴日落黄吧。只见打荷的老弟向锅中加入了胡椒粉适量。这个时候他又犯难了，因为老板拿来的这个海参已经破皮很严重了，要是直接放在砂锅中炖煮的话会比较入味，但是这样势必会让锅中飘满很多黑色的小碎屑。就在这种患得患失的迷茫中，打荷老弟把熬好的米粥盛放在容器中，然后他直接把正在开水中泡着的海参也请进了容器里，然后他又在容器边缘摆上了烫熟的菜心，又加了几颗泡发的枸杞。一道不是金汤的金汤海参终于做好了。菜端上去后，老板也没说什么。但是今天早上来上班的时候，老板来到厨房跟他说：“兄弟呀，你昨天晚上做的那个金汤海参太一般了，没有南瓜泥，怎么就不知道放点金瓜油呢？厨房里的金瓜油不是多的是吗？你在厨房里也学了这么多年了，调色的方法那么多，你怎么就一个也没用上呢？而且啊，那个小米粥太浓了，吃的是海参又不是喝粥。主料辅料都整不明白，而且那个海参是一点味道也没有，做菜得动脑子，你自己想想吧。”说完，老板就气呼呼的走了。看到这里，你感觉这个打荷老弟做的这个菜怎么样呢？真的像老板说的那样一无是处吗？这个打荷老弟打了10多年的荷，他还有必要继续打下去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说出你的看法。